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养一些花，用来美化居室、装饰生活。养花这件事，说简单也不简单，因为很多花友都留言，自己养不好花，几乎是过一段时间，家里的花就要换一茬。其实想要养好花，最关键的一件事就是浇水。俗话说，养花3分肥7分水，由此可见浇水的重要性。现在正是天气越来越冷的秋冬季，很多花友都知道，此时养花一定要减少浇水，但是你知道多少是少，有哪些水不能浇吗？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，进入秋冬季的植物休眠期，家里的花花草草到底应该咋浇水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分享一下秋冬季家养盆栽的正确浇水方法，以及这个季节浇水最常犯的6个误区。1、冬季养花，这几种植物要少浇水。进入12月份，可以说一年里最冷的时候，很多地方都已经下起了大雪，即使是温暖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，这个时候天气也已经转冷，水分蒸发变慢，植物生长也放缓了。这时候的植物需水量不高，养花只需要保持土壤微微湿即可。下面咱们分享几种常见盆栽的浇水方法。1、沙漠玫瑰。沙漠玫瑰非常怕冷，气温降低后，沙漠玫瑰会进入休眠期。这时候的沙漠玫瑰对水分的要求不高，再加上沙漠玫瑰枝干粗壮，有一定的储水能力，所以尽量偏干养护比较好，以免积水烂根。养护沙漠玫瑰的时候，不能多浇水，温度高于15度的时候，只需保持盆土微湿就行了。要是温度低于10度，就不干不浇水。和沙漠玫瑰一样，有粗壮茎干的发财树也是一样的养护思路。2、君子兰。很多花友养不好君子兰，养着养着就养死了，大部分都是浇水不当造成的。特别是冬天的时候，切记不能多浇水，只需要保持盆土微湿即可。给君子兰浇水，不要浇到叶心里，这个地方容易积水，冬季水分蒸发慢，叶心积水会引起烂心，进而造成整株植物的死亡。3、多肉。多肉本身就对水的需求不多，冬天的时候蒸发慢，对水分的需求更少。养护的时候，咱们可以看多肉底部的叶片，叶片发软发黏，再浇水即可。5、绿萝、吊兰。绿萝吊兰类花卉，冬天的时候只需要保持盆土湿润，盆内一定不能积水。若是温度低于10度，盆土不干不浇，浇就浇透。可以在中午温度高的时候向叶片喷水，能让叶片更加的翠绿。6、君子兰、长寿花、蟹爪兰。君子兰、长寿花和蟹爪兰都是冬季开花的花卉，虽说花期在冬季，但是冬天时候也不能多浇水，盆土表面1/3干了再浇。可以插个木棍或一次性筷子测一下深层土壤的湿度，也可以扒拉开盆土看一下。2、冬季养花不能浇的6种水。如今已经是11月，马上就要迎来12月份，外面的气温越来越低，很多花友开始把大部分的花卉植物搬到室内养护。虽然室内的温度可以保证花卉植物不会出现冻伤现象，也能让花卉植物正常生长，但是如果没有做好浇水工作，也会影响植物的生长，甚至还会让花卉出现烂根、闷根、死翘翘的情况。其实冬天养花和其他的季节都不一样，这个季节温度高低不一，室内的通风很差，很多养花高手也不能保证全部养活。那么冬季在室内培育植物该如何浇水呢？这6种水被称为夺命水，千万浇不得。1、半节水。很多人可能对半节水这个词汇比较陌生，其实半节水指的是浇水没有浇透，虽然也看到花盆底部有水分流出，但是内部的土壤一半是干的，一半是湿的。这种现象很常见，也是培育植物中最忌讳的一件事情。很多花友都说冬天要少浇水，所以就每次浇水都不浇透，只是浇一半水，也就是半节水，这样真的是不对的。12月份虽说要少浇水，但是也不能浇半节水，因为若是花盆的下部总是得不到水分，下面的根系就会缺水烂掉，根都烂了，还能长好吗？如果秋冬时节没有采取正确的补水措施，植物就会出现很多问题。因为经历了春夏2季之后，植物的根系长得非常旺盛，此时若是浇水不当，浇水浇不透，浇了半节水，就会有部分根系无法吸收到水分，进而出现萎缩现象。
植株的抵抗力也会因此下降很多，对来年的恢复很不利，也会降低花朵的数量和品质。因此，无论什么季节，浇花浇半节水都是大忌，千万要注意。大家在补水时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，但不可大水补充，沿着花盆缓慢浇水，等到看到水从底部流出，停止补水，一会再浇一次，反复的浇2-3次才可以浇透水。也可以放一个盆托在花盆的底部，这样浇水后，多余的水分会淤积在盆托，让花盆里的土壤吸收浸泡半个小时，就可以充分的浇透水。半小时后把水倒掉，这样才可以充分的浇透。半节水养花，养不了多长时间就死翘翘了。2. 没有腐熟的肥水。生活中很多人养花都会用一些自己做的肥水，但是切记，没有腐熟的肥水千万不能用来浇花。比如说淘米水、黄豆水、豆渣水，这些肥水一定要腐熟再使用，因为若是没有腐熟，那么这些水会生细菌，会造成植物的感染，还会烧根。好好的花，烂根又黄叶，过冬只剩盆，真的得不偿失。3. 冷水。冬天的时候温度低，不管是雪水还是自来水、河水都很凉，咱们千万不要用这样的冷水来浇花，会对植物的根系造成冻伤，造成烂根黄叶，别说健康长大了，命都保不住。4. 浓肥水。冬天浇不得。正常来说，进入秋冬时节之后，温度变低了，花卉植物停止了生长，进入休眠期，是不需要养分的，因为很多植物都无法忍受秋冬时节的寒冷，根系停止了工作，继续施肥的话，只会给植物造成负担。但是北方地区很多家庭都有暖气，在暖气房里培育植物，植物就能正常生长。此时若是做好养护工作的话，甚至还能绽放出花朵。因此，在温暖的室内培育植物时，一定要及时补充养分。不过毕竟是秋冬时节，没有很强烈的光照，植物的生长速度肯定会减缓，对养分的需求没有之前那么高。补充肥料时一定要注意用量，需要先对肥料进行稀释，不要施农肥。如果不小心把浓度过高的肥料补充进去，植物吸收消耗不了，就容易出现烧根现象，叶片也开始发黄发黑，最后整株植物都会失去生命。5. 早晚水。冬天浇不得。一天中有几个阶段，每一个阶段的温度都不相同，中午的温度是最高的，早晚的温度是最低的。大家在给植物浇水时，千万不要让水温和周围的温度相差太大，否则就会刺激到植物的根系，还会影响植物的生长。对于夏季来说，中午温度过高，因此早上和晚上是最佳的补水时间。到秋冬时节之后，补水工作就不能在早上和晚上进行，因为这两个时间段的温度比较低，浇水的话容易让植物的根系出现冻伤现象，甚至还影响根系的发育，严重的话还会让植株失去生命，得不偿失。秋冬时节，花友们一定要在中午进行补水工作，此时天气比较温暖，给植物补充水分的时候，植物不会因为水过凉而出现不适之感。不过有一点大家要注意，刚接的自来水水温比较低，就要先在温暖的室内放置一段时间，等到水温升高之后才能进行补水工作，否则就会刺激到根系。6. 慎重喷水。用喷水的方式浇灌植物不适合所有植物。初冬时节，室内的空气会变得非常干燥，尤其是那些长期使用暖气和空调的家庭，为了避免花卉植物出现问题，很多花友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提高空气湿度。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植物旁边喷洒水分，虽然这种做法很不错，但是并不适用于所有植物，尤其是天竺葵、大岩桐、杜鹃花、百合花这些植物，千万不要采取喷水方式，因为它们的叶片上有一些绒毛，如果采取了喷水方式，水分就会堆积在叶片上，很快就会有细菌产生，叶片也会出现腐烂的现象，不仅会影响整体的观赏价值，还会影响植株的生命，引起掉花苞、叶片腐烂、烂根烂叶的情况，严重的影响了颜值。3. 12月养花浇水。这样做，12月份养花浇水可以这样做，把浇花的水量晒上2到3天再用，最好水温能与室温相接近，浇花的时间最好在中午或中下午2点左右，这个时候温度较高，利于根系的吸收。浇的时候小水慢浇，盆底有水溢出即可停止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。
如果你还有其他给花花浇水的经验可以分享，欢迎评论区告诉给花友。如果对分享的内容有其他意见，欢迎及时告诉花花。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